所谓的仙门正道还是邪门歪道，到底谁才是心怀鬼胎的真恶鬼？16年前，那场震碎天下的大战在不夜天爆响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惩奸除恶的正义之举，纯粹就是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为了抢夺能够毁天灭地的邪物阴虎符，展开的一场丑陋又贪婪的内斗。在这片血流成河的狂乱杀戮中，曾经风光无限的夷陵老祖魏无羡，眼中只剩下无尽的绝望与凉薄。他看着那些口口声声喊着正义，却为了利益杀红了眼的所谓名门正派，心里只有无尽的嘲讽。就在他选择放弃一切，纵身跳下万丈深渊的悬崖边缘，蓝忘机不顾一切地冲上前，死死抓住了他的手。哪怕鲜血顺着手臂滴落，蓝忘机也绝不撒手。可谁能想到，魏无羡曾经最信任的生死兄弟江澄，竟带着满腔恨意拔剑而至，一剑重重砍向岩石。只听一声轰鸣，石块崩裂，魏无羡露出一丝释怀又凄凉的苦笑，彻底坠入了无底深渊，一代传奇就此葬身崖底，血染山谷。时光一晃就是16年，可江湖上关于夷陵老祖的传说却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当年魏无羡坠崖之后，江澄几乎翻遍了整个崖底，居然连一块骨头都没找到。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这成了所有仙门大户心里最深沉的噩梦，搞得他们这16年来每天睡觉都不踏实，生怕那个男人有一天会突然杀回来。而他们最害怕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。在偏远沉闷的莫家庄里，有一个从小受尽屈辱，被当作疯子弃养的私生子莫玄羽。因为在家族里遭受了长年累月的殴打、虐待与践踏，莫玄羽的心中积攒了摧毁一切的泼天大恨。在绝望走投无路之际，他做出了一个最狠毒的选择，用自己的鲜血绘制禁忌阵法，以自己的灵魂为代价，发动了尽数献舍。他硬生生将世上怨气最重、杀伤力最强的灵魂从地狱召唤了回来，用自己的死换取一场绝望的报复。伴随着阵法中猩红的光芒爆发，那个让整个修仙界闻风丧胆的男人魏无羡，正是在新的肉身中睁开了双眼。一睁开眼，魏无羡还没来得及适应这具孱弱的新身体，就震惊地发现自己手臂上刻着4道深可见骨的血痕。这献舍可不是什么免费的午餐，而是一份极为霸道残忍的血色契约。只要莫玄羽的仇人死掉一个，伤痕就会消除一道。可如果魏无羡不能替他把仇人杀光，他的灵魂就会被血咒反噬，彻底魂飞魄散。还没等魏无羡定下心来理清头绪，莫家的恶霸少爷莫子渊就带着一帮嚣张跋扈的家丁踹门而入。这货不仅对他拳打脚踢，还堂而皇之的搜刮抢走了房间里所有的东西，嘴里还骂骂咧咧地嘲讽他是被金家像狗一样赶出来的杂种。看着这群作死的小人，夷陵老祖心里只想笑。既然你需要，那我就顺水推舟，给你们演一场大戏。魏无羡干脆直接装疯卖傻，抓起大堂里的糕点就往嘴里塞，满地打滚，撒泼打滚，把整个莫家庄的大堂闹得鸡飞狗跳。更绝的是，恰逢姑苏蓝氏的小辈弟子们登门除妖，魏无羡当着这群正派后生的面，指着莫家母子的鼻子一顿臭骂，把他们贪婪、刻薄、虐待亲人的丑陋嘴脸
当众撕得粉碎。闹剧过后，姑苏蓝氏的小辈领头人蓝思追和蓝景仪在莫家庄的西院布阵，准备设置招阴旗来引诱附近作祟的恶鬼。魏无羡溜到院子里，随手捡起一面旗子端详起来，看着旗子上熟悉的画法和符咒，他忍不住发出一声无奈的苦笑。当年这群仙门正派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邪门歪道，残害生灵，可如今他死后，这些人却大摇大摆地把他发明出来的法宝当作名门正规法器来用，真是讽刺至极。然而就在蓝氏子弟严阵以待的时候，那个贪婪成性的莫子渊又来作死了。他见这面旗子精致玄妙，以为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，竟然趁人不备偷偷拔走了一面藏进怀里。但他根本不知道，这招阴旗是专门吸附方圆几里内所有邪灵气的魔物。夜幕降临，滔天的邪气如潮水般涌来，怀藏招阴旗的莫子渊瞬间成了恶鬼最美味的猎物。伴随着一声凄惨的尖叫，莫子渊被邪灵附身，整个人化为干尸，整条左手臂被硬生生折断。这作死的举动让他直接成了当晚第一个下黄泉的人，同时也顺理成章地帮魏无羡消掉了手臂上的第一道血痕。但这仅仅是这场血色噩梦的开始。莫子渊死后，莫夫人发疯似的把儿子惨死的责任全部扣在疯子魏无羡身上，狂吠着要他陪葬。可话音未落，惨剧再次接踵而至。先是参与过殴打莫玄羽的家丁阿童突然倒地痛苦抽搐，整条左臂瞬间被无形的力量搅得粉碎，当场毙命。紧接着连莫家的掌门人莫老爷也未能幸免，被附身的邪灵当场拧断了脖子，同样失去了一条左臂。一时间莫家庄惨叫连连，变成了人间地狱。看着接连惨死的几人，魏无羡眼神骤然变得无比凝重。他凑近死者的尸体，仔细观察着他们脖子上泛着幽幽黑光的邪恶印记，整个人如遭雷击。这股冰冷、残暴、充满吞噬欲的狂暴力量，分明就是阴虎符独有的痕迹。魏无羡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。当年在不夜天，他明明拼尽了最后一丝精力，将那件能够操控万鬼的神器彻底销毁了，为什么他的邪气会重新出现在这个小小的莫家庄？难道当年还有人暗中留了一手？与此同时，随着虐待莫玄羽的恶人相继自作孽不可活，魏无羡手臂上的第二道、第三道血痕也随之悄然隐去。终于，幕后真正的元凶彻底爆破发难，那竟然是一只通体漆黑、散发着毁天灭地气的凶残断臂。这只断臂蕴含的力量极其骇人，连姑苏蓝是这群受过严格训练的高族弟子们，在他的狂暴攻击下也节节败退，陷入了被团灭的生死边缘。危急关头，蓝景仪急忙向天空发射了求救信号，但眼看恶灵就要痛下杀手，魏无羡知道自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。他顺手捡起地上的一截废弃竹子，用小刀迅速削成了一只简易的竹笛。随着他将竹笛抵在唇边，一段低沉、诡异却又充满无上威严的魔魅音律在夜空中飘荡开来。受到笛声召唤，刚刚死去的墨家3具尸体瞬间一跃而起，化身傀儡，冲上去与那只断臂展开了血腥肉搏。
在魏无羡暗中精妙的操控下，断臂终于被死死制服，而莫玄羽手臂上的最后一道血痕，也在此刻彻底灰飞烟灭。就在战局最窒息的时刻，一道清冷如霜雪般的琴音忽从9天之上呼啸而来，琴震万里，瞬间将残余的邪气涤荡一空。白衣胜雪，风华绝代的汉光君蓝忘机，如同天仙降世般携琴落地。16年了，当那个熟悉的背影重新映入眼帘，魏无羡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极为复杂的波澜。他没有上前相认，而是深深地看了昔日知己一眼，随后压低了帽檐，悄无声息地转身融入了漆黑的夜色之中。他身上的血咒虽然解除了，但重现世间的阴虎符，这只神秘的断臂，以及16年前未解的谜团，才刚刚拉开序幕。想知道魏无羡重出江湖后还会遇到哪些惊心动魄的大事？快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紧接着解说第2集。